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这个度母法门呢，实际上就是希望自己用虔诚的信心来这个祈祷啊。祈祷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就是经常呢就是有不同方式来这个摄诉你，就是甚至呢就是特意加持啊。这样之后就是大开智慧啊，就是很多这个先密经论的是自然而然会这个流露啊，就先密经论的内容自然而然会流露。像以前那个安徽论释啊，就是安徽论释啊，就是这个可能很多道友都是听过，就是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居士论的这个作者啊，就释亲论释的话呢，实际上人们称为第二大佛陀，就是他的最得意的弟子，甚至这个在居士的见解上呢，就是超过他的这个这样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安徽论释。那么他呢，就是跟这个杜牧就是也有非常这个殊胜的因缘。这个因缘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前世，这个安徽论释的前世呢，我们在以前的一些这个公案当中也是讲过就是释亲论释当时就是被这个般若摄送啊，般若颂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屋顶下呢，就是有一个鸽子，这个鸽子呢，就是经常的是听到就是下面这个论释的背经的声音啊，就是背那个经典的这个声音，然后偶尔呢，就是这个鸽子啊，有时候它有这种山根吧，它在这个屋檐下呢，就是它就很欢喜的听着，有时候呢，就是在屋檐下呢，就是它很恭敬的向下低头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那后来呢，以这个因缘，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种下善根，就是最后他离开这个世间以后呢，就转成一个孩童啊，就是也是一个这个好像婆罗门家还是在这样的，就是跟就是释经论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就释经论是呢，当时在现在的这个孟加拉国。然后那个这个孩子呢，就是从小的时候，基本上让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说到，是我的这个上司呢，就是释亲大师，就是当时这两个他的父母呢，就是非常惊讶，就是从来没有听过，就是所谓的释亲人士到底是谁。他每次都是讲我要到孟加拉国去，就是见我的上司去，就是从小都是一直这样。后来呢，就是他们经过就很多年的这种大体呢，最后呢，就是知道是这个有释经论是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人呐，就著名的人。后来就是把这个孩子在7岁的时候呢，就是带到释经论师那里，然后呢，就是他们这个父母呢，就供养给这个大师，就供养给释经论师。然后释经论师呢，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这个前世的，其实有一些师徒啊，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确实有这个前世的一些这个因缘呐、今生当中互相这个见面以后的话呢，就是有共同的一些事业啊，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个轮回当中的一种很深深的因缘关系。那么当他那个跟这个医治这个释亲论师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特别的这个精进啊，就是睿智，就是背心也是极其这个强烈，因为他前世呢就是也听过很多般若经的原因，他记性也相当好，然后呢整天都是这个如法的这个医治这个释亲论师而这个求学，然后呢没有这个多久的时候啊。就是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分那个就是粮食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安徽论师，就是那个7岁的孩子呢，他就得到一把那个豌豆啊，就是这个豌豆。这个豌豆呢，实际上那个就是他自己就是一般我们藏地也是这样的，以前的青稞啊、豌豆啊，就是得到以后孩子都就不断的吃，就是一直不断着。然后呢，就是他一直这个吃着，一直吃着的时候，后来呢，就是这个孩子就想到了，就是他就特别喜欢的这个杜牧圣像啊，杜牧圣像，他说我一个人这样吃了好像不太合理的，应该是去供养这个杜牧去，就是然后呢，就是跑到这个杜牧圣像那里去，就向他这个供养，向他供养的时候很想呢，就是杜牧就是一颗一颗的豌豆呢，就是让这个杜牧接受，就是但是谁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杜牧的可能圣像呢比较光滑，就是然后他这样向他那个供养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掉在这个地上了就杜牧都没有这个没有看到这个接受，没有看到接受。然后当时呢，就心里就是他就比较难受，但是他那个掉在这个神像下面的时候呢，就是有好多这个老鼠啊，就不断的就把这个豌豆呢，就是有箭呢，就是并且呢，他们就是一直在这
就什么那个老鼠也是在打架，就吱的在打架，把他的这个最后呢，他书里面的所有的豌豆都已经供养完了，就是然后杜牧的身上呢一个也是没有牛，然后底下也是没有牛，全部都是在那个海岸当中跑出来的那个老鼠呢，就是全部都见完了，然后呢就是他就特别的伤心，就是哭起来了，就是他说杜牧啊，就是我就供养了就是这么多豌豆，你也没有得到，我自己也没有吃到，就是。其实我在想啊，我就想到这个公案的时候呢，像那个安徽伦是那么著名的话呢，他在孩童的时候呢，还是显现有点这个游子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所以我们有些这个有些这个佛教徒呢，就是刚开始对这个不包括对本尊的说话许愿呐，就是好多方面也有很多就是比较可笑的事情，但是这一点是情有可原的。像安徽论是那么世界最出名的这个居士论最出名的论史的话，那就后来他在做那个什么居士论的这个注解的时候，都是很多观点都是就认为是他的伤是没有通达，就是后来就是他就开始这个就进一步的去解释，就是那么了不起的。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呢，在杜牧面前呢，他就特别伤心，就是他认为杜牧也没有结束，然后自己的这个自己也没有吃到，就是然后全部都被老师拉跑了，就是特别伤心的哭着。后来呢，就是杜牧亲身说话，就是说是这个孩子啊，你不要这个伤心，就是其实我还是这个接受的，就是我呢，就是从现在开始的是永远会给你这个价值的，就是不断的会给你价值。杜牧呢，就是先生说话，先生说话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他的智慧呢，就是爆发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什么这个经文的话，那就是过目不忘，就是原来的是他有这个一种这个前世的意境，但是从杜牧这个本尊呢，就摄入智慧，空性摄入智慧的话呢，那就这个智慧呢，就完全都是不相同的，不相同的。然后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造了一些这个论点呐，然后呢，就是建立这个宗派啊，对这个佛教的这个贡献呢，就是非常大的。所以据说这个杜牧的身上呢，叫这个山马杜牧，山马是就是豌豆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说是肚子这个肚子杜牧啊，就是那个就是杜牧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说法，就是据说这个历史上呢还是存在这个圣像，就是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故事也好，就是历史当中呢，就是也可以看出啊，就谁对这个杜牧有特别虔诚的这样的这个信心的话，那就是他的这种智慧啊，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融入。所以我们不管是到这个寺院里面也好，到哪里，尤其是你去藏传佛教的寺院里面的话，基本上寺院的这个殿堂里面啊，都会有这个杜牧的这个圣像杜牧的这个圣像，我都是前2天一直在想啊，因为最近可能就是讲杜牧的原因，就是对我自己也是，本来是从小都是对念杜牧的，应该是对杜牧有信心，但最近更有这个信心。我那天说我们那个现在经堂里面呢，一定要修一尊杜牧，就是我跟他们这样讲，就基本上我们也就是达成共识了。所以我们这个学院里面呢，以前有，但是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壁画，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以后我们到哪个寺院里面，就是有看到这个杜牧的时候呢，也更要这个祈祷啊，就是让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今生当中和这个来世的什么样的就是这种愿的话，那就是都可以这个成就啊，就是这是我前面呢稍微那个讲一下这个安徽论寺的这个公案啊。